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继续和各位分享人有20难之第10难，处事无心难。我们人生呢，在世上呢，每天只要一张开眼，所有外在的境界就像一个影像，会直接映射入我们的心。这些外在的，不管是人事物，种种这些事项境界，都透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来接触。接触呢，就有对这个事件的感知，是欢喜，是讨厌，还是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这几种的感受。当我们这些事情发生了，顺我们的心意，我们就非常的欢喜高兴也是在我们内心上呢，升起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执着。当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心里产生一个非常的失落、沮丧或是愤恨种种这种不同的正面的情绪或是负面的情绪。这个一个念头，一个想法，是有很多刹那的这个累积的。一个刹那在佛经当中指的是一个时间非常短的一个计算方式。一个刹那是多少？就是大约是等于75分之1秒1秒已经是算很短了嘛，以我们的时间来算，1秒钟有这么多的秒，最后才累积成为1分。那有60分钟才累积算1个小时。那在我们这里讲的刹那呢，就是75分之1秒的这样的计算方式。所以佛陀说我们呢的凡夫的念头呢，就是一个想法，它有总共多少呢？有90个刹那累计加起来。所以核算起来，哇，那真的是短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呢，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念头在我们的心里升起。这个刚刚讲到，我们的感受是从外在接受透由我们的眼睛、耳朵眼睛看到好的、欢喜的、喜欢的，升起了很高兴、强烈的好耀性、欢喜性；耳朵听到好的，或是听到不好的，升起了分别念。然后呢，这个舌呢，吃到好的高兴吃到不好的心里感觉到不高兴。这种的念头每天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生。所以要真正能够处事无心，真的好难真的非常的难。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有情有情呢，在佛教来讲就是有感知。刚刚讲到说，我们透由外境，我们第一个直接是从我们的5根眼、耳、鼻、舌、身去接受。接受了呢，我们开始有去分别喜欢不喜欢，或是没有特别的感觉。再来呢，我们就有再进一步的去想，这件事情来了，我怎么想它？我是觉得认同它呢，还是我是反对它呢？还是我没有任何的想法？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人的这个6根。6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5根就是刚刚讲的眼、耳、鼻、舌、身。它接触到外在接受之后，有了感知去分别，就叫做6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总括呢，就是有这些不同的识别，用我们呢的大脑去分别分析它。所以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能够有片刻的刹那的宁静，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随着这个外在的境界也好，人事物也好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件事、对这个人种种呢，有很多的期待值。总括呢，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从外显而自己内心去应对的时候呢，就产生了非常多的种种的烦恼
所以要真的能够遇所有事情不动自己的心呢，实在是非常困难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婆罗门，因为婆罗门他们也是属于在修，但是它是属于外道的一种修持的方法。那其中呢，佛陀是非常的具有慈悲又智慧，所以呢，他摄受了这个婆罗门的其中一个他们的门徒，就是他最后不修外道，他皈依了佛成为佛的弟子所以这个婆罗门的这个领首呢，非常的愤恨。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到了佛陀的竹林精舍，就在外面呢非常大声的恶口称骂佛陀佛陀你是妖言惑众你这样，就很多这种不好听的话，就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呢，这样子来污蔑佛陀，来对佛陀讲这些很难听的话。但是呢，佛陀呢，他却一副呢非常的定静、处之泰然的态度。结果这个婆罗门呢，他的这个首领觉得非常的怪，为什么我这样子对你漫天的谩骂，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呢，佛陀呢非常的自在的走到这个婆罗门面前，跟婆罗门说：你如果带着一个礼物去拜访你的朋友，可是呢，这个朋友坚持不收你带来的礼物，那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佛陀这样问这个婆罗门。那婆罗门就说：这问题这么简单，当然啦，如果我这个朋友不接受我的礼物，我当然只好把这个礼物自己放在手上拿回去啦，我就只好带回家去啦。那佛陀又在跟着婆罗门说：那你今天呢，在我面前对这么多人大众面前讲的这些话，我的内心不接受，那就像你要送我礼物，可是我不接受，那最后这个礼物应该归谁有呢？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就恍然大悟，就是觉得说，这不愧是佛陀具有大智慧的觉者。所以这个小故事呢，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一般人呢，很难就是遇事无心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无心嘛，因为我们是有感知的，是人嘛。那要如何慢慢渐进式的去学习，要能够达到处事无心？其实我们在佛法呢有几个方法，因为佛陀也跟我们说，所有的外在的显象种种呢，都是因缘生灭法。所谓因缘生灭法的意思，就是它不是永恒的，它是短暂的，它是因为这个时节这个因缘成就而有的这个结果。那这个呢，它会随着人事时地物不同的这些呢，会去做转变。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如果能够理解到无常观，我们就能够渐渐的呢，让很多世间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们太多。因为我们的心往往都是直常，而且觉得是永恒的。那如果我们能够现在开始来理解原来这一切世间，不管是人是事是物，再好的再美的再多的，都有可能会随着一些的因缘而变换流逝再美的人他也是会老，那再多的钱财呢，如果没有好好的经营，它也会有一天散尽。所以呢，佛陀就开示我们，世间所有都是不可去执取的无法去执取的。不要说是外在，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的心念刹那我们都没办法自己去控制，能够坚持，能够理解，那更何况是外在所有一切的物质的气世间也好，或是我们内在的心灵的世界也好佛陀都说，这都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脱离不了这几个原则。
外在呢就是成住坏空，这个成呢就是例如说一个星球的形成啊，它也是经过了非常亿万年甚至不可数的这种时间啊，这样慢慢形成，到最后呢也会有个极盛的时期，然后再来呢一段时间就开始衰败，最后呢就步入消灭。我们佛教讲3000大千世界嘛，其实在我们宇宙除了我们所处的地球，还有很多其他的星球啊，是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去探索到的。可能每一天有多少的星球可能从这个宇宙当间成就起来，也可能毁灭，我们也都不知道哈。那我们的内心呢，我们人的心就是有生住意灭哈，一个想法一个念头生成起来了，可能住在你的心里有一段的时间啊。例如说今天我很喜欢这个人，我觉得他的个性跟我非常好，我非常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那个心念呢就升起了这个想要和这个人在一起。住呢就是非常强烈想要取得，有那种驱动力让你想要去追求他。真正追求到了呢，可能呢也因为外在一些人事时地物的转变而变异了对他这个人的喜好或者是种种，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念头呢就消灭灭去了，不复存在。太多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你今天喜欢的东西未必明天喜欢，你可能以前从来不想去接触的事情，你可能哪一天你又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人的心都是这么多变。佛法讲气世间，就是指外在啊，不管是宇宙啊、土地啊等等啊，这些触摸得到的这种有物质的这种呢环境，都是叫气世间，都是一直在生灭变化的。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心呢就可能比较会处事无心，慢慢呢我们的生活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喜乐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起起伏伏。那我希望呢今天在这个影片呢和各位分享这个人有20难之其中第10难，处事无心难，希望呢带给大家或多或少的利益，那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